有人说这部电影是爱情片里的天花板，03年上映至今，有38万人给他打出了8.4分，被无数观众奉为经典。这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让人潸然落泪。它就是电影《假如爱有天意》。这天，子熙在收拾房间时，无意间发现一个神秘的箱子，里面满载着母亲留下的情书。在阅读中，他重温着母亲的初恋回忆。那是1968年的夏天，富家千金朱喜来乡下爷爷家过暑假，他跟穷小子俊和第一次相见。朱喜的清纯美丽让俊和一时看呆了眼，他们俩相互微笑，挥手致意。身为富家千金的朱喜对乡村生活充满了好奇，他请俊和带他去看看传说中的鬼屋，答应那必须答应。第二天，他们开心来到鬼屋，俊和表示别怕，有我呢。他主动的走在朱喜前面，鬼屋里当然没有鬼，但两人兴奋的尖叫让彼此都萌生了好感。就在这时，突然下起了暴雨，来时坐的小船也已经飘走，他们俩只好找个地方躲雨。没想到朱喜崴了脚，俊和一路把他背到瓜棚，让他用自己的衣服擦水，然后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拧干。俊和整了一颗西瓜，他们俩一边吃一边欣赏着天边挂起的彩虹。到了晚上，伴随着满天繁星，俊和一路背着朱喜往回走。路上，朱喜问他自己沉不沉。 주희 씨 정도면 얻고 서울까지라도 갈 수 있어요. 공간. 안 공간. 在经过一座飘满萤火虫的小桥时，俊和给他抓了一只。那掌心中的光亮，仿佛爱情的火苗在两人心中闪动。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朱喜爷爷带着一帮人早早的在岸边等待。朱喜知道他们俩可能以后没有机会再见了。他摘下项链送给俊和。果然，生病的朱喜被带回了城里。从此之后，两人在各自的生活里消失了。开学后，俊和还带着那条项链，也带着对朱喜的想念。这时，好兄弟泰秀跟他说，爸妈给他定了一门婚事，还让他帮忙代笔写封情书。可当俊和看到照片时，他愣住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朱喜竟然是好兄弟的未婚妻。看到这儿的子熙心里也是不得劲儿，因为现在他遇到了跟俊和一模一样的情景。害羞的她暗恋着学校里的男神，可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她迟迟没有表达。直到这天，闺蜜秀景满世界的说自己喜欢尚民，还让子熙帮忙给尚民写情书。于是她假借着秀景的名义，将自己的思念与爱慕倾诉到了信里。其中有一封信写的情真意切，打动了尚民，他们在一起了。只剩下子熙忍不住继续看老妈跟俊和的信。跟自己一样，俊和的信寄出去之后，朱喜也很感动，还邀请泰秀看自己的演出。这是分别后俊和第一次见到朱喜，他立马笨拙的站起身，希望朱喜能看到自己，多想跟他说声好久不见。演出结束后，朱喜跟泰秀的家人围在身边，他们俩门当户对，而手捧鲜花的俊和只能远远的看着。巨大的身份差异让他只能站在原地。俊和失落的坐在椅子上，这时朱喜朝自己跑了过来，俊和立即奔向了他。他们俩喘着粗气傻笑着，彼此的眼里都充满着爱意。虽然没有交流，但两人都知道你也爱我。没过多久，泰秀邀请俊和一起跳舞，在这里他遇到了朱喜，两个人默契的假装第一次见面，悄悄的做唇语说我想你。泰秀也不是傻子，他也发现朱喜并不喜欢自己，因为不管做什么他都没反应。而朱喜也知道泰秀是真的喜欢他，他很愧疚，跟俊和提出分手。他知道他们的感情不会得到家人的认可，朱喜决定放弃，他开始对俊和避而不见。这天俊和终于见到了朱喜，他无助的靠在俊和的肩膀上，这就是爱情。俊和决定和泰秀坦白，可泰秀却说自己早就知道他跟朱喜的事情。 걱정 마. 근데 그 목걸이 우리 아버지가 안 보게 해라. 큰일 난다. 그 목걸이 우리 아버지가 준 거다. 泰秀开始主动给他俩打掩护，让俊和以自己的名义跟朱喜通信。可他们仨的小把戏没过多久就露馅了。一封退回的信件让泰秀的父亲识破了一切。他努力跟父亲解释，朱喜跟俊和才是真爱。父亲根本不听，扯出皮带狠狠地教训了泰秀。泰秀不堪其辱，选择了自尽。万幸的是，俊和来得及时，并没有什么大碍。好兄弟为了成全自己，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决定为这份爱画上一个句号，把项链还给朱喜后就消失了。很快战争爆发，朱喜一番打探得知，俊和选择了当兵，即将奔赴战场。眼看奔赴战场的列车即将开走，朱喜拼命地拍打车窗，大声叫着俊和，祈求他能再看自己一眼。俊和强忍着泪水转过头去，他希望朱喜忘了自己，可思念哪能说忍就能忍住？就当列车缓缓开动，他再也忍不住了，想再看心爱之人最后一眼。接过朱喜递来的项链，他们俩挥手告别。不知道这一别，他们俩何时才能再次相见？
在战场上，俊和本可以安全撤离，可却突然折返回到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只为寻找心爱之人送给自己的项链。可上天总是爱开玩笑，一颗炮弹坠落，就这样，俊和倒在了血泊之中。奄奄一息之际，他仍然紧紧抓住那条冒死找回来的项链。1年以后，战争结束，朱喜约好俊和在餐厅见面，本以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可俊和却说自己已经结婚了。朱喜听后满脸失落，为了扯开话题，俊和说起那桌子上的钢琴玩具，可桌子上哪有什么玩具，根本就是啥也没有。俊和还在继续说着，就差那么一点，他就能骗过朱喜。原来那天的炮弹虽然没有夺走俊和的生命，却夺走了他的双眼。为了不让朱喜看出来，俊和提前几天在这里不断练习，他记下了餐厅所有物件的摆放。可他不知道，调皮的小男孩打乱了位置。知道一切的朱喜不禁泪流满面。 난 지금 울고 있어. 눈물 안 보여? 被戳穿的俊和随便找个理由离开，他一路跌跌撞撞倒在了地上。朱喜把他扶起来，而他却要归还那条象征两人爱情的项链。朱喜接过，再次系到他的脖子上，说这条项链的主人永远都是俊和。分别后没过多久，朱喜嫁给了泰秀，只有他自己知道眼里的泪水是为了什么。俊和也草草结婚，两人从那之后断绝了所有联系。直到这天，朱喜带着女儿子熙在老家的河边玩，几个俊和的战友找了过来，他们手里捧的是俊和的骨灰。他生前最大的希望就是让朱喜把他的骨灰撒在两人最初相遇的小河里。朱喜再次泣不成声。2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子熙得知了母亲当年的过往，而这种爱而不得的感觉，自己也正在经历着。这天又是突降暴雨，子熙跟尚民都没有带伞，于是尚民用外套护送他一路到了图书馆。他在不经意间得知，那天他们俩并非正好遇见，而是尚民故意放下雨伞，跑过去跟子熙制造的偶遇。他拿着伞一路奔跑，他们俩之间那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约会时，他讲起了母亲的故事，可没想到尚民听完泪流满面。他取下一条项链，正是当年他母亲送给俊和的那条，而尚民就是俊和的儿子。他们俩相视而笑，父辈爱情里的遗憾就像这条项链一样，在下一代终于得到了传承。这次他们不会再因为任何人、任何事儿而分开了。